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Emma，Welcome to my channel。从决定开始录视频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攒一些我用完的空瓶的东西。我现在又攒了几样东西，然后准备给大家介绍一下。第一样，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用的洗发水好了，就是这个 Kiehl's 的，就是这个 coconut 香味的这个 shampoo，名字就在这儿了。我现在头发比较短，所以说就算洗发水好用，可能也看不太出来。但是我靠近了看，还是应该能看得出来，就是头发发质还不错。大家如果就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剪短发的那个视频，我会把 link 放在下边的 description box 里边。因为我一开始的头发是长头发，大概到腰的长度。你们如果看我那个剪短发的视频里边，就可以看到我头发即使是到腰的这个长度，也是发质非常好，然后发质特别亮，然后而且我真的是每根头发都没有分叉的，一根分叉的头发都没有，而且头发也比较粗，只不过我头发不黑。然后，因为我是天生的黄头发，除了用这个洗发水之外，我自己平时就是也比较注重护理头发，可能也有这个原因。我除了染头发之外，我从来都不烫头发。像我自己说的，因为我头发天生就比较黄，所以我都要把它染黑一些，可能也和这个有关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洗发水真的是特别好用，它是不含乱七八糟的那种东西，这上面写着 silicone free。然后意思就是说它不含硅，我也一直用的都是这款洗发水。我无论换多少个护发素，我洗发水基本上都是不换的。我就算换的话，我这个洗发水换来换去还是会换回来这个，所以说，而且我一直买的都是这种1升的这种包装，在英国这边可以买得到1升的，这样价格也比较实惠，而且原来我头发到腰的长度，我用的也比较多。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试一试这个洗发水，真的是非常好用。第二样给大家要看的是我用的这个 Purifying Mask， 是这个牌子。因为我在我之前的video 里也说过，我不怎么脸上长痘，但是我黑头非常严重，我不太确定能不能看得清，尤其是鼻翼两侧。然后这两侧毛孔比较大，然后我黑头特别的严重，所以我经常会买不同牌子的这种 purifying mask， 然后达到一个深层清洁，然后去黑头的效果。这是 cleansing mask， 然后其实我不太推荐这个 mask，不太推荐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它没有效果，尽管它写着这个是 deep purifying action。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感觉出来它有深层清洁的功能，我只是觉得它用的时候用起来不刺激，而且用起来有一股冰冰凉凉的感觉，而且干的没有那么快，所以说用起来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，不会觉得不舒服，不会觉得有紧绷难受的感觉。但是因为我想要清洁黑头嘛，它这个连效果都没有，那肯定就不值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不推荐。然后下一个想要说的是，这个是我买的试用装，是这个牌子。这个牌子在国内应该非常流行了，这段时间是这个牌子，我不会念。它的 cleansing foam， 它挤出来颜色是白色，但是有一点点发浅灰浅蓝的颜色，但总的来说是白色，然后里边有一点点小小的颗粒，那种闻起来的味道就是特别清爽，感觉就像特别清新的茶似的那种的味道。然后洗脸的感觉就是上脸的感觉也非常好，然后泡沫非常多，洗完之后也不会觉得脸有紧绷，也不会觉得脸没洗干净，这些都没有。总的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相当好用的。我本身是剃须油，然后两颊都比较干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清洁力度够，然后也不会造成脸皮肤特别干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干皮、油皮或者像我这样混合，然后再敏感的皮肤应该是都可以用的，因为我本身就皮肤敏感，
然后我非常爱用这个，我可能还会回购这个产品，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用，所以说推荐大家。然后这里给大家看这个产品，我之前和大家在雷品吐槽的那个视频里边提到过这个产品，然后现在又出现在我这个空瓶记里边了，因为我终于把它用完了。就一点都不剩了，现在已经。我上次就和大家说过，就是说我不太喜欢这个产品，因为它 claim， 我来上网查一下，它这个面膜其实应该是 Intensive Beautifying Mask that illuminates and brightens skin， 就是说它其实应该就是让你脸上用完之后有一种特别发光，然后发亮，然后就是有一种提亮肤色的这种效果，我没有感觉到。我每次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用上去的时候就感觉在脸上涂了一层油，对，也什么太大的感觉都没有。然后用完了之后，我也没觉得它让我肤色提亮，可能是因为我本身肤色比较白，遗传的，而且它本身的价格也比较贵。我看一下它多少钱，网上没有太统一的价格，我现在找不着它多少钱。但是大概我买的时候，我记得好像是30多磅，我还真的找不着它这个多少钱。它这个网上教你用的方法是写着是 applying a thick layer of the mask， 然后就是说要用很厚的一层，然后还要用15到30分钟，然后才能有就是这种比较好的效果。说就是放到脸上之后，会让你有一个就是 relaxation 和 pleasure for your skin， 会让你皮肤觉得就是特别放松。但是说实话，就是上脸的效果不是这样。而且它这个就是有点不是太好洗，所以说它网上也说要用一个湿的，就是化妆棉，然后先把它擦掉，然后再洗脸，然后这样才比较容易洗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他说要 apply a thick layer， 就是比较厚的一层涂在脸上，所以说它其实还挺浪费的。而且它这个盒子特别大，你看里边其实没多少东西，真的。然后每次用的时候都特别浪费，然后浪费了就浪费呗，然后还没用，真的。我觉得，反正我觉得它真的没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网上好多人推荐这个产品，然后还就是说特别特别好用啊什么的，吹得天花乱坠的。我真的觉得这就是没用，真的。省钱吧，真的别买。下一个给大家要说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牌子，是 Drunk Elephant， 它的 Whipped Cream， 就是面霜，其实它叫 Whipped Cream， 其实就是面霜，是这个紫色盖子的这个面霜。他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一共只有2个面霜，一个是这种浅紫色，等于说香芋色，其实应该比较好听，叫香芋色，香芋色的这个盖子，另外一个是绿色的。因为我一开始买的是他家的，就是一个套装，是叫 The Littles， 应该是叫这个名字，里边所有都是小瓶的这种试用装。其实这盒看起来小，但是里边的产品装的还挺多的，真的就是装的还挺满的，所以这种小瓶还挺实惠的。然后如果大家要是想试的话，就是也可以，就如果你没有接触过 Drunk Elephant 这个牌子，也可以试着先买，就是它的那个小的包装叫 The Littles。然后我用这个效果，我觉得非常好用。我觉得它就是看起来打开的时候，一开始我觉得看起来稍微有点厚重，但是就是你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涂到手上，然后这样搓一下，然后再把它涂到脸上之后，就会发现这一点都不厚重，而且涂上去之后也不会觉得特别油腻、特别黏、特别难受的那种感觉，反而我觉得涂上去之后，让我觉得整张脸都特别舒服，有一种 soothing 的感觉，就是涂上去整张脸都觉得就是放松下来了那种感觉，就我觉得只能是用这个词来形容。而且我本身皮肤就是脸颊就是稍微有点干，然后我本身皮肤是容易长痘的那种皮肤，但是我用这个，我没有发现任何厚重感，也没有发现就是它会让我长痘，真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用其他类似这种厚度的面霜都会让我长痘，这个就不会。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既适合干皮也适合油皮，反而也适合我这样的混油，然后再加上敏感皮肤，真的。然后大家如果想尝试的话，就可以像我一样买这个 The Littles 那个小小的袋子，不光它会给你一些产品，它还会给你一个就是袋子，那样就是等于说是一个能随身携带的那种。
袋子，然后还比较方便，这样出去旅游的时候，你就随便把这些都放在那个小袋里边就行了，还挺好的，真的。然后我比较推荐这个。下边这个产品给大家推荐的是，我这还是试用装，但其实我这不是试用装，我这是赠品。我是买了大瓶，然后赠了我这么一小瓶。这个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，还是 Kiehl's 这个牌子，中文名叫金盏花水。因为我是在我皮肤敏感然后长痘的时候然后买的这些，我前后我可能买了10几瓶，就是那种500毫升的，然后都用完了，然后我也没留着那些瓶子，就是这个小瓶我给留下来了。就是虽然说价格没有那么便宜，但是它用着不太浪费，我觉得。而且你要是买的多的话，它还会给你赠品，这种一小瓶我都能用1个月，我估计不止吧，这么一小瓶，这个就是它的赠品。然后我觉得用起来真的挺好的，而且它是 alcohol free， 像我一样爱长痘的同学，而且皮肤敏感的，你就不能用那些就是里边会有酒精的产品，真的是不能用。原来我洗完脸的时候嘛，再加上洗面奶的摩擦呀什么的，再加上我那段长痘的时期，就会觉得脸上有一股热热的感觉，就是皮肤不太舒服了。所以说洗完脸然后用这个之后，然后一下皮肤就有镇定的那种感觉，就是镇定皮肤，而且还有就是补水的效果，这个就是一下都让我皮肤觉得舒服了下来。所以说我还是挺推荐这个产品的，真的。一开始可能要买小瓶的先试一下，但是后来如果要真的想买的话，买大瓶比较值得，性价比更高。最后给大家说的这样东西还是试用装，然后同理的还是因为我的正品让我给扔了。然后它这个是我买正品的时候送我的这种小瓶的试用装，瓶子上面的字儿可能都被我磨光了，你们可能已经看不到这上面写的是什么了。我会把它的名字到时候放在 description box 里边，大家肯定都知道，就是雅诗兰黛它的小棕瓶那个系列，这是那个系列的眼霜。我觉得小棕瓶这个系列吧，整体上脸的感觉都还行，但是我不太爱用小棕瓶，但是我爱用这个眼霜。就是它整体都是用起来有一股淡淡的药味儿，有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儿，就是这样。我反而觉得就是用起来比较安心，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用起来香味儿特别重、特别浓的那种东西。我比较喜欢就是香味儿就有一点点清淡、清新，然后这种中药味儿呢也可以，就是比较淡。还可以接受，而且它是一个就是稍微有一点点，就是像面霜那样，但是它又不会说特别厚重，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像20岁、25岁左右的年纪的小伙伴。这个真的，因为我本身眼睛周围也没什么皱纹，就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怎么脏了吧唧的？我觉得用起来这个感觉就是就是用起来比较舒服，然后2就是虽然我没有皱纹，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我眼睛周围有一些就是比较淡的那种，特别淡的那种小小的还没有形成的皱纹那种东西。我觉得就是我用这个的时候，那些就是淡淡的没有形成皱纹那种小小的地方，可以感觉到有那种给人一种抚平了的感觉。我觉得我这么说有点夸张了，但是真的是这种感觉，就是让我觉得淡淡的那种就是纹路还没有形成皱纹的，让我觉得它不会形成皱纹了。这么说应该可以理解吧？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用的。我的正品包装已经让我给扔了，我就留了这么一个小瓶。本来我是要准备用这个，然后来装别的东西，这样旅行的时候就可以用了，因为这个瓶子足够小，所以我才留下来的。所以说跟大家也说一下这个也是挺推荐的。然后觉得推荐就大概是20岁、25岁左右的这样的吧。就是年龄太小，当然也不太适合17、18岁那种，我觉得就算了。真的，我觉得可能对你们来说有点厚重。然后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，然后就是这几样东西给大家分享一下。然后有我喜欢的，也有我不喜欢的。然后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如果这里边有你喜欢的东西，然后我不太喜欢，然后请大家多多包涵。这里边主要就想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用完了的这些产品。这个视频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